好，我是英英，欢迎收看 Highlight 荧光笔工作室。其实我发现了，我们的频道呢，渐渐的有越来越多外国的朋友了。想要问问外国的朋友们，你有没有来过马来西亚呢？还是呢，你已经看我们的影片看多了，然后开始有一点点想说，不然来马来西亚玩一下，看看我，感受一下我的故乡。如果是的话呢，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如果呢，你来到马来西亚要出去用餐的时候，你可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一些地方啊，如果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做，是会出事的。什么是那么严重呢？那就是叫水了。叫水？怎么叫水？那这个呢，充满语病的字呢，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每一天呢，你都会听到的。来，我们这一集影片呢，是特别为外国的朋友即将要来马来西亚玩，可能需要知道的是，同时呢，顺便科普一下我们马来西亚本地人哦，关于这个我们习以为常却不见得有人认真去思考过的一个叫水文化。如果你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呢，你要注意了，我们的美食场地呢有很多，包括了有 food court 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美食广场，或者是 kopitiam 啦。那如果你来到这些地方用餐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叫水的话呢，会是被翻白眼的哦。像啊，之前就有发生啊，有一个安哥啊，他在 kopitiam 吃饭哦，他不要叫水哦，最后呢就搞到被 kopitiam 的老板呢拍照 post 上去 Facebook。公审他这件事情还 viral 啊，最后呢惊动到了槟城地方政府，还有内贸局出面才得以平息。你看那只狗也很想要八卦。水的由来，在马来西亚叫水的这个水呢，简单来说呢，就是饮料的意思啦。那接下来呢，我一旦提到了这个水呢，其实讲的都是饮料，不是白开水哦。而水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有清凉解暑的华人传统凉茶，比较常喝的水呢，还有 kopi 啦、米露啦，还有各式各样的汽水等等。那在马来西亚的 kopitiam 里面呢，这个饮料摊呢，还有熟食摊呢，都是分开经营的。卖吃的是不会去卖水的，而卖水的不会去卖吃的。在同一个屋檐下呢，大家是不会抢彼此的生意做的哦，这是行规。一般上呢，经营饮料摊的会是那一家咖啡店铺的业者，也就是老板。那老板呢，再将这个店铺呢划位分租给不同的熟食摊贩。正常来说呢，你也不会看到同一间 kopitiam 里面呢有2个摊位卖同样的品项的。那如果你会看到，有重复的嘞，那就很可能是那一间美食中心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或者是还要分早市或晚市，又或者是这个老板就比较我行我素，他比较不顾摊贩之间的竞争啊，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这一个规则了。那最理想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在一间的 kopitiam 里面呢，有很多种类型的食物，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子呢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嘛。那么各个摊贩呢就可以形成互补互利的合作关系，大家一起卖吃啦、卖喝啦、拼经济啦，没有客人的时候呢聊聊天啦、吹吹水啦，所以呢带有浓厚马来西亚人文气息的这个 kopitiam 就产生了。好了，那在了解了以上的资讯之后呢，可能你就可以稍微的理解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一个不叫水的安哥为什么会惹到那个 kopitiam 的业主生气气破 FB 啦。而滨州国内贸易及生活费局局长杰根则提醒咖啡店业者可以放告示通知顾客，但不能够强迫顾客消费。那些老板开了 kopitiam 之后呢，他们的收入来源呢，除了是摊贩的租金之外呢，就是卖饮料的钱了。那如果呢每一个来吃饭的这个客人都没有叫水的话呢，那老板呢就没有钱赚了咯。可是呢我们就会放眼全球，为什么这个叫水文化呢，好像只有在马新一带才有嘞？那想要更深一层的了解呢，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个眼光投射到马新地区的咖啡店文化这边啦。南洋咖啡店的由来，根据史料记载，从中国明朝开始，就有中国人呢，就从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如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啦、海南啊等等地区，来到南洋发展的。那当时候啊，在种植业、矿业、制造业、贸易业等等的这一个多种领域呢，都被其他不同的籍贯占据了山头之后呢，比较晚来到南洋的这个海南人呢，就只能够选择成为殖民者或者是土生华人的厨师。那命运呢，就带着这个海南人呢，从此进军饮食业。一开始的时候呢，海南人是在英国人的家里工作的，从中呢就学习到了这个冲咖啡啊、烤面包啊、制作蛋糕的这个技术。等到那些英国人都走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自己创业了，开设一些 kopitiam 啦、kopitang 啦，卖一些传统的海南咖啡啊、烤面包啊、生熟蛋啊、海南包啊、海南鸡饭等等的平民美食。可以说啊，海南人是马新两地的咖啡行始祖。为什么一定要加糖呢？变黑变成黑色。哦，给它的颜色黑。
他们没有加糖的，就是他们叫做白咖啡嘛。Kopitiam 呢就成为了海南人的大本营。我们可以从这个马新两地咖啡店的发展概况呢，来一探南洋华人的历史轨迹。根据马新咖啡茶叶联合总会的档案资料啊，咖啡商工会呢很早的时候就在新加坡、槟城、马六甲这3个城市成立了。那这3个城市呢，在当时因为是英海峡殖民地嘛，俗称的三州府，是英政府呢在马来西亚重点发展的贸易城市，是政治、商贸、文化还有教育的中心。那新加坡呢，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呢，就成为了英国人在远东重要的转口贸易港。1928年呢，福州人就倡议呢要组织这个福州咖啡商工会。1929年的时候呢，海南人也创立了南洋咖啡茶行。那这2个咖啡商工会的成立啊，就可以看得到当时候新加坡咖啡店业的这个情况啊，已经有了这个蓬勃发展的现象。那至于槟城的话呢，到了1928年，全槟城大约有400-500间的 Kopitiam 哦，数量是非常的夸张的。而马六甲呢，1936年的时候呢，在咖啡茶叶工会登记入会的 Kopitiam当时已经有100多间了。那在马新咖啡茶叶的这个联合总会的资料来看，全马呢现在大约有2万间传统的咖啡店和茶餐室，全天候供应吃喝，消费不算太贵，低消1杯水呢就可以在里面呢坐一整天。所以呢，咖啡店啊基本上是每一个社区的标配，而咖啡店呢也成为了马新饮食文化的核心。但是来到今天啊，这个咖啡店好像又变成了比较像是老年人聚集、看报纸、买万字的场所。一般的年轻人呢要出去 lap bar 或者是要出去用餐呢，他们都会选择到有冷气的餐馆去。那相信你可能呢也时有耳闻啊，某一些经营多年的传统咖啡店呢正式结业的新闻。那么到底传统咖啡店正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咖啡店会不会渐渐的式微？那教水文化最终会不会在马来西亚消失不见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视角放到整个大环境了。传统咖啡店的困境。2020年的新冠疫情呢，是传统咖啡店业者的重大转折点。经过了这个疫情重击啊，全马大约有3500多家的传统咖啡店和餐馆因为生意额大减了而关闭。这个比例呢，是当时全马咖啡店总数的将近20%，也就是呢，有5家咖啡店当中呢，就有1家呢被逼关闭的这个概念。个月都有亏40-50天了。我的话，我这边还可以顶的话，我们就顶着下。那疫情之后，传统的 Kopitiam 业者有没有迎来春天呢？答案是 no。疫情之后呢，在多重因素的这个影响之下，本地的这个传统 Kopitiam 呢没有办法走出困境，也是一样啊，纷纷面临着结业的危机的。随着这个原材料不断的调涨，使一直以来呢只是靠茶水和面包为生的这个传统 Kopitiam 呢越来越难招架了。加上呢，本来啊就是日薄西山的这个传统 Kopitiam， 面对着这个最低薪金制，越来越难找接班人，营业执照诸多限制，无法适应时代竞争，面对高龄化、顾客流失、难以维持开销等等的问题呢，都纷纷酝酿着一股倒闭的骨牌效应。再加上呢，疫情之后呢，不是百物飙涨吗？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呢不断的被削弱，进而就导致了民众的消费习惯也渐渐的改变。再加上各种新的这个营业模式，比如说是快餐店啊、奶茶店啊、国际连锁咖啡店等等取而代之啊，导致这个传统 Kopitiam 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要问问看这影片的你哦，你今年呢是到 Starbucks 点咖啡的次数多一点呢，还是到传统 Kopitiam 的打包 Kopi Peng 的次数多一些呢？现在呢，出门动不动就塞车，找车位比找真爱还难啊！大部分人都已经很习惯呢，是订外卖，不再亲自到 Kopitiam 打包或者是堂食的了。那消费模式的这个改变呢，是传统咖啡店业者的困境之一。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租金、薪金涨。另外还有一个困境啊，就是有很多的咖啡店业者呢，其实都不是店铺本身的这一个业主，租店啊、卖水啊、做生意啊等等，都是要付租金，都有很多的成本的。像是在槟城呢，某一家咖啡店业者呢，每一个月就要支付2万令吉的租金，4000多令吉的这个电费，2000令吉的水费，还有7名员工，还不包括其他的这个杂项维修费用啊、执照费用啊等等。每个月呢要背负高昂的这个经济负担，咖啡店业者能够不压力山大吗？可能你会怀疑哦，咖啡店业者不是会将这个店面呢划分再出租给一些熟食摊吗？来，我们来再好好的 highlight 给你看哦。现在呢，一般的熟食摊的租金行情啦哈，一般大约是在30令吉到50令吉左右。那一家 Kopitiam 呢，它就细化成25个熟食摊，那么每档呢，每一天就征收50令吉的这个租金好了，一个月做满30天也收不到4万块。
于是呢，调涨这个当铺的租金、饮料费、削减员工等等，最终不利于消费者的这些手段呢，就变成了这些咖啡业者呢其中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选项。现在呢，我们就把咖啡店业者的这个困境呢点出来了。那如果你自己呢也是这个 Kopitiam 的老板，或者你经常去 Kopitiam 啊吹水的这个顾客，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察和心得哦。那我们也希望呢，政府有关单位呢能在这部分推出什么有利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去改善这些困境。毕竟呢，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背后啊，都是有环环相扣的因素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找出解决方案。那这支影片应该要转发给谁嘞？内贸部、人力部，谁可以改善这个困境呢？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啊，我们就要回应荧光笔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有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马新两地独有的这个教水文化，会不会因为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困境呢，而渐渐消失呢？纵使这几年呢，经历了新冠疫情啦、战争啊、政治动乱等等的问题，导致这个物价飞涨啊，有很多的传统咖啡店呢也都纷纷倒闭。但是我们相信呢，教学的文化呢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因为就实用性而言呢，美食广场啊、茶餐室啊、Kopitiam啊这一种熟食选择多样，而且呢消费呢相对低廉的这些饮食中心啊，是一般的餐厅没有办法取代的。那教水文化呢，背后代表的其实是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两地100年以来的饮食习惯和社交载体。那教水的天性呢，或许早就已经悄悄地嵌入在本地人的基因库里了。槟城福州咖啡工会主席呢，就曾经在致辞当中呢提到啊，在面对连锁咖啡店和快餐业的这个竞争之下，传统咖啡店呢还是可以生存的，而其中的秘诀就是独有的古早味和人情味。这是连锁咖啡店和快餐店所欠缺的。想要的就是传承的是文化，适合的是回忆，找回以前在那种传统咖啡店坐着喝茶看报纸的那一种感觉。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本期的这个教水文化呢有什么想法、问题、意见、看法的话呢，都欢迎到留言区留言、评论、分享、交流哦。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到 Kopitiam 记得要叫谁呀？好啦，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呢有科普到国内外的朋友们啦哈。那我们荧光笔呢，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影片在 YouTube 那一边。那通常都是以马来西亚的这些社会啊、文化啊、议题啊有关的。制作这些知识型的影片呢，需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精力啊、人力啊，还有资源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觉得我们的影片应该要多做的话，请多多支持我们。你可以选择不用钱的这个点赞啦、留言啦、share 出去啦、转发给更多人啦，给更多安哥安弟啊、弟弟妹妹啊、哥哥姐姐啊。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是有钱人，想要支持我们、donate 我们或者是 subscribe 我们的话，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谢谢爹。